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。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旗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淡批戏本子。看来这个颜淡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旗遗孤，你能识得9旗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旗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旗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旗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。你信也好，
不信准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胡闹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！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！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评论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。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渊君，应渊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啊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渊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渊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渊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1、2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渊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，常便便急的佳话。既然
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哎，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悬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
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凄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玄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元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，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际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，无人可解。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？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闲棋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？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多少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
却以为常有四海的雨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一次看懂万物飘萍，而后归期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，但你为我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前行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风雨交织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。
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衍虚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衍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落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它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旦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严旦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旦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于墨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说好了一起吃夜宵，你喝什么呢？你居然在喝酒！你才多大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开始学喝酒啦？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喝，
可喝多了会使人快乐。快乐什么快乐？别喝了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愿让仙界的人想起他们，但是我又想让他们想起他们。他们为了仙界，为了盟约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命。可是到头来又换来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去战场是去驾驭灵兽，是去施法助阵，又不是挨刀淋雨的。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看你弄这么大一个包袱，里面啊丹药、衣服什么都有，就差把棺材放在里面了，多不吉利啊！拿回去。仙君，有应元帝君打头阵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说不定明天此时此刻，那魔族已经认输投降了。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仙池里面的那些灵兽。2条小龙就要化出仙身了，这条小黑鱼也是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，每天的灵药一定要给我喂足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哎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了，咱这时辰也快到了，您就赶紧出发吧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好。参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胜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还钦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6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6界不惊，山河永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薄弱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？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知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欺负就找流星骑去，
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旦顶着。走走走，走。四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，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。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，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六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让严旦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让严旦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届第1话本大家，《创世英雄传》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六界和平，应渊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！
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若垮了，瑶池7更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！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意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柱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6界之主，天帝做这6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2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3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6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意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6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元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平和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；平和我等魔族，就要受你等管辖；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。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，仙族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仙族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，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2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